这个世界只认2件东西：钞票。穿越前，我是一名雇佣兵。敌人攻上来了，我们等不住了！今天有交代在这儿。如来、菩萨，各位满天神佛，谁能救救我？我还不想死！血液激活。聚宝如意认主成功，检测到宿主濒死，启动紧急预案，诸天宝剑强制激活，开始随机穿梭。这里是……我这是穿越了。聚宝如意，掠夺类法宝，每月可随机掠夺1次。诸天宝剑，穿越类法宝，可穿梭诸天万界。明白了，聚宝如意掠夺了穿越法宝，才让我穿越到这里的。是你们救了我，谢了。不过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又受了重伤，在这世界要怎么立足啊？如意，能不能先给我点启动资金？收到，开始掠夺。我靠，真行！随机掠夺，连人家的财物都能抢过来。本月功能已消耗，需1个月后才能进行掠夺。1个月掠夺1次，足够了。我先住下，好好养伤，再研究研究这2件宝贝的作用。如意大哥，1个月到了，这次帮我搞点硬货吧。9牛2虎丹，功效提升10倍力量。让我吃了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血脉喷张，感觉浑身充满力量。这力量无敌了。老子在这世界的征战，就从街头抢地盘开始。第2个月，我掠夺到了空间戒指；第3个月，掠夺到军火辎重；第4个月，掠夺到至尊混沌体；第5个月，掠夺到了桃花神体。嘿，有了这桃花神体，就不怕没桃花运了。大哥，城里的夜总会、赌场都被小弟们控制了，现在您是最大的 BOSS 了。知道了，嘿嘿，有如意老兄帮忙，征服这世界指日可待。怎么回事？至尊混沌体正在将桃花神体吞噬融合，奇特的融合异动。大哥，天塌了！我就知道有异能，肯定会有末世，该来的终于来了。老大，外面现在全都是丧尸，世界末日了！我长眼睛了，你赶紧带兄弟们把前后门都堵上，我去清理丧尸。3S 级异能，我果然是世界的主角。恭喜宿主吞噬3S 级异能，雷电掌控。谢了，兄弟，我会替你好好活下去的。看样子异能强度会和身体自动匹配。9牛2虎丹的作用下，我的异能强度也要高出不少。老大，现在怎么办？跟我来，系统匹配的空间和军火总算派上用场了。老大，你是不是之前就想造反来着？收拾一下，兵发3杀岛，都他娘的点射，节约子弹，提高命中率。咱老大到底啥出身啊？怎么这么像军官？据说老大以前是雇佣兵。战场上开小差，脑袋不想要了是吧？报告，2分队发现一组人马正在被丧尸围困，向2分队方向行进。麻烦借一步说话。刘总，太感谢你了，我们正要前往3杀岛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知道秦总为什么不前往安全区，反而要去3杀岛呢？我妹妹还在岛上。以您的身份，完全可以先前往安全区，然后派出直升机来进行搜救。我们犯不着这样子防备彼此。没错，我们也想在3杀岛建立基地，不如合作。我拒绝。什么？一山不容2虎，除非一公一母。你们没有跟我合作的实力基础，那点游兵散将也不足以支撑你们到3杀岛。我能接受的只有你做我的女人，那样你可以在集团担任2把手。不要妄图跟我动手，否则你走不出这里。我同意，而且附带一个小冷，我们2人一起跟着你。梦如，你为什么相信一个第一次见面的男人？末世之下，他能有雄踞3杀岛的野心，而且又有着这样的兵力，可
跟着他，我们才能保全自己。大哥，前面就是三沙岛，看样子里面已经乱套了，路口被人堵了。于洋、耿彪、清场，尽量别杀人。我们是来占地的，不是来屠岛的。明白，老大。让我给他们的大门开个洞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岛上是刀疤哥的地盘，现在是我的了。带话给刀疤，要么滚，要么死。外面的朋友，划个道出来。三沙岛是我刀疤打下来的，想摘桃子，也得看看你的牙口够不够硬。你的地盘，末日之下，强者为尊。你守不住这里，连同你的命，现在都归我了。找死！给我上！蝼蚁之光。还有谁？放下武器，降者不杀。以后跟着我们刘老大，有饭吃，有活路。大哥，初步清点完了。这造船厂易守难攻，还有自己的柴油发电机和储油罐，仓库里有不少物资，够我们撑一阵子。接收了20几个还算老实的降兵。很好，梦如，你心思细，以后内务和物资分配由你主要负责。放心，宇哥，交给我。如月，你身手不错，和张伟一起负责警戒和战斗人员训练。可以。三沙岛只是起点，我们要在这里站稳脚跟，然后打回去，弄清楚这末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张伟，明天开始带人清理岛上的丧尸及一切可用物资，特别是种子、药品和技术书籍。是，大哥。如意宝剑，1个月又到了。这混沌体与桃花神体融合的似乎很顺利，但我需要更强大的力量。检测到素初步建立势力，满足条件，续保如意月度掠夺启动，同步激活诸天宝剑初级权限，开始链接第5位面。储物剑、阵法，还有高产量种子，太好了！这才是立足末世真正的根基。如意和宝剑的能力，似乎随着我的成长也在增强。掠夺难道不仅仅是物品，也包括知识，甚至世界法则？兄弟们，末世降临，秩序崩坏，但我们还活着。从今天起，三沙岛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会在这里建立新的秩序。有我刘玉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饿着兄弟们。我们的目标是活下去，然后夺回我们的世界。混沌体才刚刚开始显现威力，储物界、阵法、速生谷底，这才是开始。三沙将是我争霸末世的第1块基石。大哥，兄弟们都操练起来了，就是粮食库存不多了，省着吃也就够1周。梦如，把那种子拿出来。末世里有枪有炮，不如有粮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田。活了，这么快就发芽了？我爹个娘嘞！大哥，你这是仙法？算是吧，有了它，我们就能在这末世站稳脚跟。于洋，带人把这片地围起来，列为最高警戒区。是，大哥，保证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这阵法之道博大精深，以我现在的精神力，布置最基础的聚灵阵已是极限，想用阵法防护主要基地还差得远。混沌体与桃花神体融合后，感觉对能量的感知敏锐了许多。不知道下次掠夺会不会有惊喜？当务之急是尽快熟悉雷电异能和这具身体的力量。老大，你看那是什么？不是丧尸病毒感染的，像是某种更古老的污染或者辐射导致的异变。海里的东西也变异了，那我们以后岂不是连鱼都没得吃了？恐怕问题更严重。如果海洋生物大规模变异，可能会威胁到岛上的安全。有东西！
准备战斗，注意水下。来了，全体迎敌，让他尝尝雷电的滋味。混沌体在战斗中对雷电能量的吸收和转化似乎更快了一丝。这东西的硬度超乎寻常，普通刀剑很难留下痕迹。如果海里这样的生物不止一条，昨天要不是老大雷法厉害，加上机枪火力够猛，咱们这码头估计就保不住了。这玩意儿比丧尸难缠多了。他体内有股混乱、暴力的能量，和丧尸病毒同源，但更古老、更原始，像是海洋本身被污染了，这不是个好兆头。老大，梦如姐让你快去通讯室，我们监听到一段来自岛内深处的无线电信号，断断续续的，好像是求救信号。岛内深处，除了我们和之前零散的幸存者，还有别人。信号源在岛屿北部的山区里，很微弱。内容重复了几遍，说是研究所守不住了，我们需要支援。后面就是杂音。研究所？这鸟不拉屎的岛上还有研究所？研究啥的？海鲜养殖？末世前，三沙岛地理位置特殊，有秘密研究所并不奇怪。关键是里面的人还活着，而且可能掌握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信息，甚至是关于这场灾难的源头。这是个机会，也可能是个陷阱，但无论如何，必须去一趟。张伟，你带一队人留守基地，加强警戒，特别是海边。于洋、耿彪挑选10个好手，带上重武器。如月，你跟我一起去。梦如，你继续尝试联系信号源，并监控周边无线电动静。玉哥，小心，山里情况不明。而且信号突然出现，有点蹊跷。放心，是狐狸，总会露出尾巴。是朋友，那我们就能获得急需的情报和资源。不对劲，太安静了，而且这里的植物有些变异迹象。妈的，连虫子都长得这么磕碜。有动静，准备战斗。正好拿他们试试手。过瘾，比打丧尸来劲。这些野兽是被某种力量催化变异的，攻击性极强，但缺乏理智。看来研究所的方向没错，越靠近信号源，变异生物越多越强。这个研究所恐怕不仅仅是守不住了那么简单。有新鲜的脚印，不止一个人，还有拖拽重物的痕迹。老大，里面黑咕隆咚的，感觉瘆得慌，真要进去？都到这儿了，岂有退缩之理？于洋、耿彪，前面开路；如月断后，保持警惕，这里面可能什么都有。如意老兄，宝剑老弟，这次冒险可别让我失望啊！如果能在这里找到些宝贝，对我们未来发展至关重要。追！别过来！你们是谁？是他们派来的吗？我不会把数据交给你们的。我们不是敌人，我们收到了求救信号，从三沙岛基地来的。外面那些怪物是怎么回事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你们真的是幸存者？基地？岛上有基地了？回答他的问题。是原初病毒泄露了。不是普通的丧尸病毒，是更古老、更可怕的版本。它能催化生物疯狂进化，但绝大多数都变成了失去理智的怪物。我们本想研究抗血清，但失败了。所长他变成了最可怕的怪物，就在最底层。这是所里所有的研究数据，包括原初病毒的部分样本数据和我们的失败记录。或许对你们有用。带我走，求求你们带我离开这里。原初病毒样本数据。是他，所长变的怪物，他醒了，他感觉到我们了。于洋，保护好他和数据，全体都有，准备迎敌，或者准备撤离。这动静，怕是摊上大事了。
原初病毒所长变的怪物，看来这次冒险的收获可能会远超预期。混沌体的本能在渴望与之交锋。来了，他来了，我们快跑！现在跑还来得及。好，既然来了，总要看看是什么东西在装神弄鬼。于洋，保护好他和 U 盘。耿彪，找找有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形。如月，注意两侧和头顶。明白。这怪物的气息非常强，而且混乱。原初病毒，混沌体在兴奋，难道这东西对我大补？入侵者数据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所长变异的也太有创意了！动手！死！雷伐！常规手段不行，混沌体，既然你渴望，那就吞了它。果然如此，原初病毒的本质是催化进化，而混沌体可容万法。原来你是我最好的补品，再来。你把它吸收了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所说的原初病毒样本在哪里？在最里面的核心样本库，需要我的权限才能打开。里面有病毒原液，还有所长私下进行的禁忌研究记录，关于如何引导变异方向，甚至制造可控的变异体。制造变异体？他想干什么？他说，人类需要进化，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来应对未知，但显然他失败了，自己也变成了怪物。打开它。这东西是钥匙，也是毒药，暂时不能乱动。李博士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一，带着这些数据和你的知识为我效力；二，留在这里和你的研究所共存亡。我跟你走，我愿意效力。很好，收拾所有能带走的资料和设备，我们撤离。原初病毒引导变异，这或许才是此行最大的收获。混沌体的进化之路似乎找到了方向，而那个求救信号真的只是巧合吗？玉哥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，没事吧？大哥，你们这是去掏了怪物老窝啊？虚惊一场，收获颇丰。莫如，这位是李锦博士，病毒学专家，以后是我们的人了。你安排一下他的住处，并协助他整理带回的资料，尤其是关于引导变异的部分，列为最高机密。好的，玉哥。研究所的麻烦解决了，但更大的谜团浮出水面：原初病毒从何而来？这场末世灾难的背后，是否有着更深的黑手？混沌体，看来我的路还很长。如意宝剑，下一次掠夺又会带给我什么惊喜呢？玉哥，刚刚收到一段来自 C 市幸存者聚集地的断续无线电信号，是我妹妹梦瑶，她还活着，但信号很弱，情况似乎不妙。确定位置了吗？信号源在 C 市西区的废弃植物园附近，那里变异植物丛生，非常危险。目前前往 C 市西区确实太过危险，不过只要我吞噬原初病毒成功，就有把握。可是这太危险了。你的妹妹就是我们的家人，为了救她，我必须试试。原初病毒混沌体吞噬了那只怪物后，对这玩意儿的渴望更强烈了，但它太狂暴，直接使用风险太大。首领，我必须再次警告您，原初病毒的突变率极高，直接注射9成9的概率会变成失去理智的怪物。所长他就是前车之鉴。直接注射那是蠢货的做法，我的混沌体自有炼化它的方法。如意，老伙计，又到月初了，这次给我来点能辅助消化的好东西。感应到宿主需求，链接诸天，掠夺中，获得筑基灵液1瓶及驯兽术秘籍1本。筑基灵液来得正好，可以用来中和原初病毒的狂暴。驯兽术，看来岛上的变异生物也能派上用场了。这是李博士，你的第1个任务，研究这本东西，看看能不能结合你的生物学知识，搞出点实用的名堂。至于这个，是时候让混沌体再进一步了。以灵液为基，以病毒为引，混沌为炉，炼！
哈哈，成功了！混沌体第2层，不仅肉身强度、雷电异能翻倍增长，似乎还觉醒了一丝对病毒的掌控力。虽然只能微量操控，但这意味着我或许能免疫，甚至一定程度上控制低级丧尸和变异体，这才是真正的末日霸主之姿。一切正常。按你的吩咐，我们加大了对岛屿周边海域和山区的巡逻力度。另外，李博士那边好像有点进展，说让你有空去一趟训兽场。好，让他过来。正好我也要宣布点事情。首领，您给的驯兽术太神奇了！结合病毒数据，我成功驯化了第1只变异生物。我们叫它铁羽鸭，速度极快，视力超群，而且能一定程度上免疫低浓度病毒污染，可以用来侦察敌情、传递消息。我靠，博士你牛叉啊！这玩意儿比无人机还好使。干得漂亮，李博士！这说明我们的路走对了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发育，我已经突破了另一重境界。接下来我们前往 C 营救幸存者，准备出发。植被茂密不正常，车子进不去了。反应到了，有微弱的生命信号在植物园深处，步行前进，保持警惕。妈的，这些鬼东西比丧尸还难缠！跟紧我，梦瑶的生命信号在减弱。没用的，我们逃不出去了。这些树根根本砍不断。不会的，姐姐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是更大的怪物来了吗？不，是光，雷光。哥，这柳树成精了，藤蔓太多了，烧不完，根本烧不完。找死！到此为止了。大哥小心！不要！这种能量层级远超普通异能，难道是 SSS 级自然系觉醒？枯萎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，很棒的力量。你姐姐很担心你。我第一个乖乖，小梦瑶，你这异能也太牛逼了！以后咱们基地的绿化不用愁了。何止绿化，有这本事，种地绝对高产。清理战场，准备撤离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回家。3S 级木系掌控，真是意外之喜。这种充满生机的力量，与我的混沌体似乎有着奇妙的互补性。秦梦瑶值得重点培养。至于他那份悄然萌芽的好感，或许能让他未来的忠诚更加牢不可破。梦瑶，你吓死姐姐了！姐，我没事，多亏了刘玉大哥他们。玉哥，谢谢你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梦瑶需要休息，李博士准备好了吗？去吧，兄弟们辛苦了，今晚加餐，好好休息。明天上午核心成员会议室集合。是，大哥。不可思议，生命能量活性是普通觉醒者的100倍以上，自我修复速度简直是奇迹。李博士，梦瑶她真的没事吗？会不会有后遗症？放心，她只是力减，
这股力量虽然庞大，但本质非常温和，与它高度契合。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怎么准确测量这股力量的极限。总之，它很好，休息几天就能恢复。姐，我好像能感觉到周围植物的情绪。被动影响，不是主动滋养。SSS 级，绝对是传说级的自然系异能。基地运转正常，远征军筹备工作因这次行动暂停，但物资和人员准备已完成70%。张伟加强了近海巡逻，暂无异常。只是什么？是关于秦梦瑶小姐的能力。当时在场的队员都会议论，那种力量太过惊人，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，甚至觊觎。觊觎在三沙岛我的地盘上传令下去。梦瑶的能力是基地最高机密，任何人不得外传，违令者按叛徒处理。另外，从明天起，他的安全级别提升至最高，与李博士同级。是，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是时候远征大陆了。梦瑶的能力或许能让我们在大陆上获得意想不到的优势。等他情况稳定，我们即可出发。明白。您似乎很看重他。一个拥有 SSS 级潜能、心思单纯且对基地抱有强烈好感的自然系觉醒者，他的价值远超一支精锐小队。如月，你要和他处好关系。是，我明白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谢谢首领关心。别叫首领，叫玉哥就行。来，让你看看家的样子。他们很开心，需要多一点水。东边那片，记录下它对作物生长的影响数据。看来我们的粮食产量还能再翻几番。绝对没问题。首领，这简直是生物学的奇迹。玉哥，这里真好，我能做些什么吗？当然，先把身体养好，然后用你的力量让我们的家园更强大。我们一起在这末日里开辟一片乐土。乐土需要实力守护。大陆远征必须尽快提上日程。秦梦瑶的觉醒是意外之喜，但真正的挑战还在那片广袤废土之上。确保如意的下次掠夺，也需要更强的敌人来触发。是时候了。根据铁羽鸭最近1周的侦查，大陆沿海这个原临海工业园区域丧尸密度相对低，建筑保存尚可，且有至少3个中型仓库，可能存有物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一个完好的小型码头，适合建立我们登陆大陆后的第1个前哨站。老大，这地方不错，易守难攻，还能靠海。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兄弟们早就憋坏了。但铁羽鸭也发现，园区内有明显的活动痕迹，不是丧尸，有人类活动的迹象，规模不大，但很警惕。我们接近到500米左右就被发现了。有人，是敌是友。看不清具体人数，但他们的行动很有章法，像是受过训练。而且园区外围布置了一些简易陷阱和障碍，不像是普通幸存者仓促搭建的。首领，如果我们要建立长期前哨站，最好能和平接收，避免不必要的战斗消耗。我们可以先尝试接触。玉哥，梦瑶的能力或许能帮上忙。她的木系异能可以让植物快速生长。如果前哨站需要隐蔽或防御，我可以试试。我能感觉到植物的状态。也许能提前发现威胁。很好，计划如下：3天后，远征军出发，由于洋率领第1突击队50人，携带重武器，乘坐改装过的2艘运输船先行登陆，清理工业园外围丧尸，建立滩头阵地。张伟，你率领第2梯队100人，携带建设物资和防御工事材料，待突击队站稳脚跟后跟进，负责前哨站的基础建设。我和冷如月带领精锐小队20人，包括梦瑶，在第2梯队之后登陆。我们的任务是接触园区内的幸存者，尝试谈判。李博士，准备一些基础医疗物资和食物作为见面礼。耿彪留守基地，协助梦如维持运转，防备海上和岛内可能出现的意外。是。这是我们踏出三沙岛的第1步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散会后各自准备，记住，我们代表的是三沙岛的未来，拿出气势，但也要保持警惕。梦瑶小姐，请尝试对枯萎的灌木注入生命力，注意控制输出强度，从最小单位开始。我试试。不行，能量太小了，没效果，稍微加大一点又控制不住。你的问题不是能量大小，是意念不够集中。你不是在施舍能量，而是在命令它生长。把你的意志融入能量中。命令，意志。看好了，
万物皆有规律，生老病死是规律，但我的意志可以凌驾于规律之上。我说它该活，它就得活。凌驾规律，我懂了。我不是在请求植物生长，我是在告诉他，你必须生长。生。能量利用率提升300%，意志干涉现实，这是法则层面的雏形。3S 级，果然是3S 级。玉哥，我做到了，你的方法真的有用。很好，记住这种感觉，你的力量未来不会仅限于催生植物。好好休息，准备出发。我会帮上忙的，一定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不再只是三沙岛的守卫者，今天我们将成为开拓者。大陆上有我们的同胞在挣扎，有资源在等待，也有威胁在滋生。我们此去要带回希望，播撒秩序，用我们的力量在这片废土上打下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坚实的土地。记住我们的信条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对同胞伸出援手，对敌人毫不留情。三沙岛，等我们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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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1突击队登船出发。第2梯队检查装备，准备起航。家里就交给你们了。放心，玉哥，一路平安。大哥，等你们好消息。海上要是有什么不长眼的东西，我隔着海也能把他们弄沉。首领，左前方3海里发现不明船只，2艘中型渔船改装，速度很快，朝我们来了。终于来了！通知各船进入战斗准备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火，看看是敌是友。喂，前面的船听着，这里是海狼帮的地盘，想过路留下2条船和一半的物资，还有女人，不然把你们全都喂鱼。妈的，真是海狼帮的杂碎！老大，干他娘的！如月，看到那个喊话的了吗？左舷风速3级，目标移动缓慢。看到了，明星。不，打掉他手里的喇叭和他脚前半米甲板，给他们个警告。明白。海狼帮没听说过，现在听好了，要么滚，要么死。我数3声。你们等着，我们海狼帮不会放过。雷窝，异能者是高级异能者，快逃掉头，快掉头！首领威武！继续前进，这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挑战在岸上。老大，码头区域清理完毕，干掉零散丧尸27只。园区里面太安静了，安静的不对劲。我们放进去侦查的2个兄弟还没传回消息，按规定超过15分钟了。里面有东西干扰感知，不是丧尸，是某种能量场。所有人原地巩固防御，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园区。于洋带一队好手跟我进去找人。首领，园区3点钟方向2层厂房窗口有反光，疑似望远镜。果然有人，看来我们的到来早被盯上了，这样更好，省得我们慢慢找。是我们的人，于洋左边和右边迅速突进，接应他们。如月，高点掩护。是变异体，数量太多，兄弟们火力掩护。不对劲，他们像被什么东西指挥着。于洋，带你的人从左翼切入，帮我打开缺口，直取中枢。目标确认，变异丧尸约50，其中混有疑似吐酸者和突击者个体。首领正在突击清理障碍，他朝着园区中央的旧污水处理厂方向去了。明白，注意污水处理厂方向，那里的能量反应最异常。首领，小心污水处理厂，发现异常生物组织附着，可能是某种巢穴或者变异源。所有人注意规避酸液。张伟，梦瑶到了吗？到了，刚到战场边缘。这里的植物、大地，它们在哭泣，被污秽的力量侵蚀了。让我来净化。战
干得漂亮，梦瑶妹子，你这比重火力覆盖还管用。做得好，保持压制，我进去端掉他们的窝。你的对手是我。天图小技，老伙计，这怪物核心能量不弱，看看能炸出什么油水。雷击锯。死！这是变异晶核，能量性质很特别，除了腐蚀，似乎还有一丝金属的锐利感。老大，牛叉！这大块头一下就秒了。快打扫阵场，确认周边安全。玉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你刚才净化环境，不然对付起来要麻烦些。能帮上忙就好。不对劲，里面的能量反应不仅没消失，反而更强了，还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。首领，小心！我这边观测到污水处理厂地下有极其强大的能量反应爆发，能量层级无法估量，带有强烈的金属性波动，远超刚才的腐蚀者。玉哥，我感觉到里面的东西非常可怕，它好像能控制所有的金属，大地深处的金属都在颤抖。SSS 级，果然是 SSS 级的波动，而且是极其罕见的金属控制能力。SSS 级，老大，这首领怎么办？撤吗？聚宝如意在震动，他在渴望。如果能吞噬这个 SSS 级金属控制体的核心混沌体，说不定能直接突破到第3层，甚至觉醒新的能力。风险太大了。老天，这是什么怪物？后退，全场后撤到开阔地带，快！副首领，请把我当钉子钉死在这里，那就看看你的金属硬还是我的雷厉害。雷月万雷天牢。玉哥，所有人退出工业园，在滩头阵地建立防线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进来。老大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首领，执行命令。这种级别的战斗，你们插不上手。如月监控全局。梦瑶，你的力量或许能干扰他，但太危险，先退出去。玉哥，我听话，快走。SS 级金属控制，正好我的混沌体需要你这样的大补之物。聚宝如意，准备好，开餐了。音波攻击，雕虫小技，给我出来！雷顺，不能和他在他的金属主场硬耗，他的能量似乎与整个厂区的金属相连，近乎无穷无尽，必须近身攻击他的核心。妈的，听这动静，老大一个人能行吗？相信首领，那种级别的战斗，我们贸然进去只会成为累赘。玉哥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植物们都在害怕，但也在渴望新生。不对，那怪物的能量场在扩大，他想把整个厂区变成一个巨大的金属领域，首领会被困死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只是看着。大地生机，万物生长，听我号令，破金属缚。是梦瑶，她在用生机之力干扰金属的死亡秩序，好机会！好，混沌雷拳破击！你的核心我收下了，结束了。就是这股力量。
金属掌控，不，这还不够，金属风暴雏形。很好，混沌体第3层，水到渠成，这才是刚刚开始炼化。聚宝如意，掠夺 SSS 级异能，反馈如此巨大，这片废土之上还有更多营养等着我去汲取。大陆，我越来越期待了。宇哥，你的气息更内敛，也更可怕了。那 SS 级的力量，你完全吸收了。初步融合，混沌体已突破第3层，这金属掌控如臂使指。老大牛叉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横着走了？首领，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资源、人才是末世立足的根本。之前侦察队报告，市中心的第3人民医院似乎有成建制的抵抗力量和医疗团队存活。医生，尤其是外科医生和具备专业知识的医护人员，是比武器和食物更宝贵的资源。首领，医院情况可能比较复杂，最后的无线电通讯是3天前，信号很乱，提到病人暴动、药物短缺，还有道德绑架。道德绑架？哼，末世里最无用的就是迂腐的道德。准备出发，目标第3人民医院，让我们去请这些白衣天使加入。你们是外面来的救援队？不是救援队，是招募者。周医生是吧？我听说过你，本市最好的外科一把刀，带上你信得过的医护人员和必要的医疗器械，跟我走。我那里有安全的基地，充足的食物和药品。跟你们走？那我们呢？周医生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等死吗？对呀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。医生是天职，救死扶伤是你们的本分。你们走了就是谋杀。有人凭什么只带医生？我们的命不是命吗？都他妈给老子让开！想找死吗？首领，情况不妙，容易被困住。你说的对，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，但那不是我的天职。你们有能力就应该救我们，这是道义，不然和那些吃人的怪物有什么区别？道义、道德绑架，末世里若本身就是原罪。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一，让开，让愿意跟我走的医生离开，你们或许还能多活几天；二，继续挡我的路。我的耐心有限，现在还有人要跟我讲道义吗？我跟你们走，但请允许我带上几个重伤但还有救治希望的年轻士兵，他们是保护医院受伤的。另外，药房的库存可以。于洋，带人协助周医生他们收集药品器械，动作要快。张伟，警戒。玉哥，都解决了一些小麻烦。梦瑶，你的能力能暂时稳定一下那几个重伤员的情况吗？别让他们死在路上。我尽力。都不活了，一起死吧！周医生，你对不起我们。找死！还有谁想考验我的仁慈？出发！宇哥，刚才在医院那个人……梦瑶，末世不需要圣母，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人残忍。我今天若稍有迟疑，死的可能就是你、于洋或是周医生这样的宝贵人才。道德绑架，那是弱者束缚强者的可笑枷锁。我们只需遵循自己的准则，足够强大，才能制定新的秩序。我明白了，只是还是有些感慨。习惯就好。接下来该好好消化这次收获，并且是时候向更广阔的区域探索了。大陆的舞台等着我们去征服。老大，到家了，这次收获太大了。通知后勤优先安置伤员和新来的医护人员，准备好隔离观察区和必备物资。明白。玉哥，梦瑶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首领，欢迎回来，基地一切正常。这位就是周医生吧？医疗区已准备就绪。周医生，这位是秦梦如，基地内务总管；这位是冷如月，防卫指挥。梦如、如月、周医生和他的团队，还有伤员，交给你们妥善安排。太好了，非常感谢。周医生辛苦了，请跟我来，先带大家去安顿。防卫小队会协助搬运物资和警戒。这次出去收获不小，不仅带回了急需的医疗团队，我
的力量也再次突破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之间的距离经历了生死的考验，早已非比寻常。梦瑶，你的自然之力是基地的生机所在，也是我力量的重要补充。玉哥，我的力量愿为你所用。如月，你的冷静与忠诚是我最锋利的剑和最稳固的盾。我的命和剑早已属于你。梦如，你将基地内部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让我无后顾之忧。你的温柔和坚韧是基地不可或缺的稳定剂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只要能在你身边帮你分担就好。末世之中，虚伪的礼法毫无意义。我犹豫行事，但求问心无愧，守护我想守护的一切。你们三人于我而言，皆是特殊且重要的存在，不仅是并肩的战友，更是我认定的人。今夜，愿你们都留下，从今往后，福祸与共，绝不相负。首领，50公里外发现这支队伍，约300人，有重火力。他们的行进路线会经过我们的外围警戒区。看装备像是正规军，但军容不整，像是经历过苦战。末世才刚开始，能成建制活动的部队不简单。首领，要不要主动沟通？不必主动接触，但保持警戒。传令下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开火。如愿用无人机持续监控，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。玉哥，如果他们是官方派来接管地方的，末世之中，实力为尊，先看看他们想做什么。玉哥，2点钟方向，一支30人小队朝着我们的方向来了，距离3公里。这里是三沙岛控制区，报上你们的身份和来意。我们是第7合成旅的，我是旅长陈国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在这里建立据点？末世求生，自保而已。陈旅长带着这么多人全副武装来到我的地盘，想做什么？秩序尚未完全崩溃，我们有责任收拢幸存者，重建秩序。你们，秩序？陈旅长，你的部队连完整的军装都凑不齐，伤员过半，弹药物资匮乏，先考虑自己的秩序吧。刘先生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把这里管理得很好，远超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幸存者据点。但是，陈旅长，直接说但是吧。但是，朝廷还在运转，我们可以承认你们的自治权，但名义上需要接受统一指挥。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你们急需的物资，比如燃油、重型装备图纸，甚至是一些科研人员。名义？我们要那个虚名有什么用？有了正式编号，你们就是合法武装，可以与其他幸存者基地进行正规贸易，招募人才，而不是被当作土匪势力。是新型变异体，快组织防御！在我的地盘撒野！刘先生，感谢出手相助。我以第7合成旅旅长的名义，承认三沙岛特别自治区的地位，并授予三沙岛特别守备旅的正式编号。相关手续和联络方式，我会尽快安排。合作可以，但三沙岛的内政不容干涉。明白，我们会尊重你们的自治权。作为诚意，这些重装备图纸和科研人员名单，你们可以先看看。老大，现在我们算是正规军了，只是一个名号而已。真正的立足之本，永远是我们的实力。传令下去，明天开始加强训练。我们要尽快消化这次获得的新资源。玉哥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更名正言顺地吸收幸存者了。周边几个小型幸存者聚集地已经发来信号，希望加入我们。这只是开始，有了这个身份，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。接下来，该让整个沿海地带都知道三沙岛的名字了。玉哥，陈旅长留下的重装备图纸已经开始解析，燃油储备可以支撑3个月的扩张需求。另外，周边已经有7个小型幸存者团体表示愿意归附。这些归附的团体总共能提供约500名劳动力，但需要我们去接应。最近的一个在20公里外的物流园。首领，要不要先派一支小队去探探虚实？末世里投诚也可能是陷阱。梦瑶的感知能力可以辨别恶意。如月，你带一队人乘改装快艇去接应。记住，现在是正规编制，行事要更讲究章法。明白。我会先派铁与鸭进行高空侦察。听说你们抱上军方大腿了，把物资和女人交出来，否则怎样？上次的教训还不够。
擅入者死！老大，你这准头越来越吓人了。清理干净，以后这类杂鱼不必轻视，直接击沉。救命！我们愿意归附。狙击手占据制高点，优先击杀鼠王，其他人构筑防线，用火焰喷射器开路。如月姐，地下还有更大的生命反应，是鼠后。玉哥，他的弱点在腹部。金属风暴千仞，多谢相救，我们愿意誓死效忠三沙岛。首领，这是新型感染，是金属系变异病毒，正好试试新能力。谁能净化这种感染？不是净化，是吸收。看来我的金属掌控还有更多用途。今天又收拢了200多人，照这个速度，月底我们就能突破3000人归。但粮食压力会越来越大。放心，我培育的新品种谷物下周就能收割，产量是普通粮食的5倍。还不够，明天开始向大陆沿岸建立前哨站。这个末世，该轮到我们主动出击了。玉哥，陈旅长留下的重装备图纸已经开始解析，燃油储备可以支撑3个月的扩张需求。另外，周边已经有7个小型幸存者团体表示愿意归附。这些归附的团体总共能提供约500名劳动力，但需要我们去接应。最近的一个在20公里外的物流园。首领，要不要先派一支小队去探探虚实？末世里，投诚也可能是陷阱。梦瑶的感知能力可以辨别恶意。如月，你带一队人乘改装快艇去接应。记住，现在是正规编制，行事要更讲究章法。明白，我会先派铁与鸭进行高空侦察。听说你们抱上军方大腿了，把物资和女人交出来，否则怎样？上次的教训还不够。擅入者死！老大，你这准头越来越吓人了。清理干净，以后这类杂鱼不必轻视，直接击沉。救命！我们愿意归附。狙击手占据制高点，优先击杀鼠王，其他人构筑防线，用火焰喷射器开路。如月姐，地下还有更大的生命反应，是鼠后。玉哥，他的弱点在腹部。金属风暴千仞，多谢相救，我们愿意誓死效忠三沙岛。首领，这是新型感染，是金属系变异病毒，正好试试新能力。谁能净化这种感染？不是净化，是吸收。看来我的金属掌控还有更多用途。今天又收拢了200多人，照这个速度，月底我们就能突破3000人归。但粮食压力会越来越大。放心，我培育的新品种谷物下周就能收割，产量是普通粮食的5倍。还不够，明天开始向大陆沿岸建立前哨站。这个末世，该轮到我们主动出击了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不再只是守城，今天我们将把三沙岛的旗帜插上大陆的海岸。宁海工业园将是我们征服这片废土的第一块基石，那里有资源，有战略要地，也可能有新的同胞等待救援，更有不知死活的挑战者等着被碾碎。碾碎他们，为三沙岛开疆拓土！开疆拓土，首领万岁！此次行动目标明确，于洋率第1大队负责肃清工业园内残余威胁，建立防御工事；张伟率第2大队负责物资清点、仓库接管，并初步修复码头功能。冷如月，你的侦察队负责外围警戒和情报搜集，方圆10里内任何风吹草动
我都要第一时间知道。梦瑶，你的任务是净化园区环境，尤其是那个污水处理厂区域，确保无毒无害，并尝试催化可用作物，实现初步自给。你的力量是我们在陆地上扎根的关键。玉哥放心，我一定做到。我将坐镇中枢，随时支援。记住，你们代表的是三沙岛特别守备旅，拿出我们的气势，让所有幸存者知道什么样的力量才配在这末世制定秩序。出发！上次老大在这里干掉了那个金属怪物，这地方还是让人不舒服。梦瑶妹子什么时候到？赶紧净化一下。提袭、隐蔽，找出狙击手。哪来的杂毛，敢闯老子的地盘，把船和武器留下，饶你们不死！你的地盘，老子打下来的地方就是老子的，开火！缠绕，异能者还是植物系，撤！枯萎。老大，园区基本控制，抓了几个地头蛇，领头的外号铁手，是个狠角色，右臂是金属一只，疑似有微弱金属异能。问出他们的来历、聚集地位置，以及他们是否知道工业园地下还有什么。我说，我们是附近废铁镇的人。工业园地下传说有个战前秘密研究所的入口，但被上次那个金属怪物霸占了，我们根本不敢靠近。据说里面有能让人获得强大力量的进化之源。他没说谎，地下确实有微弱的、不同于病毒的能量波动，很隐晦，但很纯粹。进化之源有点意思，看好他们。于洋，加快防御工事建设。梦瑶，优先净化污水处理厂区域，我会尽快过来。玉哥要过来，那里的死寂之气虽然被玉哥的力量击溃，但根源似乎还在，我得尽快净化干净，不能让他涉险。很坚固的合金，而且锁具结构复杂，带有自毁装置，蛮力破坏可能会触发。看来 SSS 级金属控制体的诞生绝非偶然。玉哥，看这个，这些纹路有很微弱的生命反应，但又和病毒不同，感觉很古老。不对，门后不是死物，有东西活着，而且它在吸引我的混沌能量和金属掌控力。玉哥，果然有惊喜，看来这进化之源何该为我所得。玉哥，里面的东西活着的，而且非常古老，非常强大。感觉到了，这能量层级远超上次那个3S 级金属控制体。聚宝如意也在兴奋，看来这趟来对了。里面空间很大，能量源在深处。等等，有东西过来了。小心！蝼蚁也敢拦路？散！跟紧我，我们进去。梦瑶，净化光环开路。好。雷击，横扫千军。走。检测到高浓度混沌能量反应，与数据库记录不符。检测到高纯度生命能量反应，威胁等级重新评估。亲者，说明你们的来意。你就是进化之源，拥有意识的金属生命，或者说人工智能。定义并不准确。我是金元，远古文明西河，维系星球金属平衡的终端之一。末法时代，能量枯竭，我陷入沉眠，直至被异常的病毒能量和同类相残的波动唤醒。远古文明维系金属平衡，星球金属乃万物骨架，文明基石。
职责是调节、共生，但唤醒我的力量。你以及你之前吞噬的那个劣化体，都在破坏平衡，走向纯粹的掠夺与毁灭。末世之中，弱肉强食，力量才是唯一的真理。你的存在，你的力量，正好成为我攀登巅峰的踏脚石。逻辑冲突，无法调和。检测到强烈吞噬意图，启动防御协议，金属狂潮激活。玉哥，这里的金属活性太强了，我的进化速度跟不上。别怕，它的核心是那团液态金属，只要摧毁它，聚宝如意，助我混沌吞噬，给我吸！错！能量被未知法则逆向抽取，威胁等级提升至最高，启动最终净化协议，归虚之金。想把我变回虚无？做梦！你的核心我收下了，混沌雷地斩。玉哥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好险，差一点就被他拉着同归于尽了。不过最终还是我的混沌吞噬了他的金元。梦瑶，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大机缘，消化了它，我的金属掌控将发生质变，甚至可能触摸到一丝远古文明的奥秘。无论你要做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金属狂潮，这只是开始，我会掌控一切，建立属于我的新秩序。玉哥，你脸色还是有点苍白，刚才强行吞噬那核心，损伤不小吧？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整一下。无妨，混沌体正在适应这股新力量，这金元蕴含的信息太过庞大，除了金属本源的奥秘，似乎还夹杂着一些零碎的关于末世降临的远古记忆碎片。鬼鬼祟祟，跟了一路了，出来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跟踪我们？你刚才在里面，是不是吸收了一个银色的会发光的东西？你知道那是什么？我不只知道它，我还知道你的名字，刘玉。我知道你会在末世第3个月，在清水镇击杀第1只 S 级狮王。我知道你会在半年后于东海之滨收服雷鲸群。我知道1年后你会建立混沌城，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。但我也知道你在2年后的终焉之日会死在……你胡说什么？继续说下去，你是谁？或者说，你从何时而来？我是洛心，一个从地狱爬回来的孤魂野鬼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曾远远见过你睥睨天下的身影，也见过你陨落时的惨烈。我找到你，不是想改变你的命运，而是想改变我自己的，以及或许能改变这个世界的终局。重生预知未来，很有趣的能力，但你怎么证明你不是某个势力派来用编造的故事接近我的棋子？毕竟知道我一些事迹并不难。3天后，距此地向东120公里的希望基地会爆发一场规模空前的尸潮，为首的是2只拥有特殊融合能力的 S 级狮王。你告诉我这些，想要什么？合作，我要复仇。我知道害死我全家的仇人是谁，我要借你的力量，亲手了结他。我可以帮你复仇，但代价是你和你所知道的一切未来，从此都将属于我。做得到吗？我洛心以逝去的亲人之魂起誓，此生奉你为主，若违此事，魂飞魄散。很好，集中精神，仔细想想，关于希望基地还有没有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或变数？有一个细节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次尸潮过后，基地废墟中央会出现一株奇特的、散发着微弱白光的植物幼苗，它似乎能吸收周围的丧尸病毒，
转化为精纯的生命能量。能转化死亡与毁灭为生机，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天地奇物。能净化丧尸病毒，如果能为我们所用，洛心，你的价值正在体现。城墙完好，防御工事看起来也像模像样，但气氛不对，太安静了，像是暴风雨前的死寂。就是今晚，尸潮会在午夜时分爆发，从东面的山谷和西面的废弃矿区同时涌来，形成夹击。城内叛徒是防卫副官赵烈，他会在尸潮攻势最猛时，带人炸毁东侧弹药库，制造混乱，打开东门。地底有大量混乱，死寂的气息在聚集，数量非常惊人，而且我感觉到两股异常强大的邪恶能量核心，充满了暴虐和一种诡异的融合欲望。那株你说的幼苗具体会在哪里出现？基地最中心，行政大楼前的广场，那里原本有一个喷泉池，尸潮过后第3天，幼苗会从喷泉池干涸的裂缝中长出。时间紧迫，梦瑶，你利用自然之力，尽量在基地外围催生荆棘障碍，延缓尸潮第一波冲击。若心，你跟紧我，我们需要在混乱发生前潜入基地，找到并保护好那位赵副官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救下该救的人。救主人，历史记载那里无人生还，全部救下不可能，也没必要。但若有像周医生那样有价值的专业人才，或是有潜力的战斗人员，救下几个就是赚到。末世里，人才是根本，至于其他人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记住，听到3长2短的信号弹，就立刻动手。炸掉弹药库，制造最大混乱，然后打开东门。到时候自然有朋友接应我们离开这鬼地方。副官，这城门一开，基地里这几万人可就……几万条贱命算什么？只要能换来我们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和力量，死光了也是活该。别忘了对方许诺给我们什么。冷静，他的命暂时还有用，我们需要他准时打开东门。来呀，快，按计划行事。跟上去，确保他顺利完成任务。我去会会那2只 S 级狮王，看看他们的融合能力到底有什么名堂。重机枪、火箭筒，瞄准那2个大家伙，不能让他们合体。杂碎也配在我面前玩合体？金属风暴，千仞藏。梦瑶，该你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坏我好事？赵烈，你没想到吧？你所谓的荣华富贵，不过是镜花水月。幼苗呢？时间还没到，要等尸潮能量和死亡气息沉淀3天后才会出现。主人，他怎么办？废物利用完毕，处理掉。赵烈，这一刀为了那些因你而死的冤魂。我们该走了，这里的价值只剩下3天后那株幼苗。至于这些人能活下来的，才算有资格进入新时代。根据我前世的记忆，以及这一路上零星收集到的情报，前面山区确实有一个战备军火库，规模不小。但在我的时间线里，它应该是在末世爆发半年后才被一个大型幸存者基地发现的。现在去，理论上物资是完整的。理论上，意思是可能有变数。最大的变数是人。我记得隐约有传闻，军火库最初并非无主，有一支残军在那里建立了临时庇护所，只是后来因为内部原因或者外部威胁覆灭了。具体情况我的记忆很模糊。无妨，末世之中最大的规矩就是实力。有主之物，若我想要，夺来便是。加快速度，赶在天黑前抵达外围。
停车！前方军事禁区，禁止通行，立刻掉头离开。我们是路过的幸存者，需要补给。这里没有补给给你们，赶紧走！再靠近我们就开枪了。里面好像有情况。根据能量残留感知，有一种非常锐利、充满煞气，但又带着沉重创伤感的能量波动，很强，但状态极不稳定。有意思，看来里面的主人遇到麻烦了。站住！再动我就……铁路，我要见见你们这里能做主的人。放心，我不杀你们。将军，您的腿伤不能再拖了，伤口感染还在恶化，再不治疗，再不进行有效清创和更高阶的治疗，恐怕就真的节制，然后像个废物一样躺在这里等死。我秦牧野宁可站着死，也绝不跪着生。出去！好一个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！秦牧野将军久仰了。你是谁？如何进来的？刘裕，至于怎么进来的，自然是走进来的。秦将军，看来你和你弟兄们的处境不太妙。哼，是来看笑话，还是想来趁火打劫？这军火库里的东西，是我手下这些弟兄们最后的依仗，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，否则谁也别想动。秦将军，我们并无恶意，或许我们可以谈谈合作。您的伤也许有转机。将军，据我们观察，仓库里的粮食和药品应该所剩无几了吧？外面丧尸在进化，威胁越来越大，困守此地绝非长久之计。您和您忠诚的部下需要一条真正的生路。生路在哪？这世道还有净土吗？净土需要自己打出来。秦将军，我看中的不是你身后这些军火，是你和你手下这些百战老兵的价值。臣服于我，我不仅能治好你的腿，还能带你们在这末世中打下一片真正的江山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苟延残喘，眼睁睁看着兄弟们饿死、病死或被丧尸吞没。凭什么相信你？一个来历不明的强者，空口白话。就凭我的实力，就凭我能解决连你们都无能为力的困境。你的腿是中了某种变异毒素和金属碎片残留，互相纠缠，侵蚀生机，普通手段难解，对吧？但我的力量恰好可以化解它。将军，我可以辅助治疗，加速伤口愈合和生机恢复。我秦牧野可以带领麾下37名弟兄效忠于你，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你必须先证明你能治好我的伤；第二，我要你承诺不会将他们当作炮灰，并尽可能保障他们的生存。痛快！第一个条件现在就可以满足。第二个条件，我刘裕对自己人从不吝啬，欢迎加入，秦将军。玉哥，真的能完全治好他吗？他腿上的伤很古怪。金元的力量比我想象的更奇妙，蕴含一丝万物归金和逆反归元的法则雏形，配合你的生命能量，拔出毒素和金属碎片，重塑经脉骨骼，只是时间问题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得到了一员足以独当一面的帅才和一批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，这比军火本身价值更大。接下来我们去哪里？等秦将军伤势稳定，整合力量，然后去拿下那个拥有生命幼苗的希望基地废墟，那里将是我们混沌城崛起的第一个基石。怎么感觉不对劲？哼，一缕残存意识也敢作祟！将军，毒素和碎片真的清除了，骨骼经脉也在快速愈合，这简直是神迹！首领，再造之恩，秦牧野铭记于心，此生愿为前驱，万死不辞。秦将军不必多礼，好好休养，等你伤愈，才是真正开始。无妨，已解决。看来消化这金元比预想中更需谨慎。远古文明的造物果然非同小可，不仅蕴含金属本源，竟还有一丝微弱的守护意志残留，排斥一切非其认可的存在。若非混沌体包容万物，刚才差点被他反噬。主人，我隐约感觉到那金元内部似乎还封存着一些破碎的记忆片段，关于一场席卷星球的金属灾变，可能与末世的源头有关。详细说说。很模糊，
像是金属拥有了生命，吞噬一切。远古文明似乎是为了对抗这种灾变，创造了金元这类终端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。金属灾变，进化之源。看来这末世的水比我想象的更深。无妨，越是强大的力量，越能助我登顶。这金元我吞定了。希望基地那株幼苗能转化死亡为生机，或许能中和金元中的死寂之气，助我更快炼化。洛心，基地废墟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变数吗？尸潮过后，那里会滋生大量变异生物，尤其是一种被死亡能量侵蚀的石狮藤，非常棘手。但秦将军的金属异能或许能克制它们。你们的基础不错，但配合缺乏章法，小队战术过于依赖个人勇武，在低强度冲突中尚可，面对真正的大规模尸潮或训练有素的敌人，会吃大亏。秦将军有何高见？首领，请给我3天时间，我可将现有人员打散重组，以老兵为骨干，传授基础步坦协同、火力配置与阵地防御战术。虽不能脱胎换骨，但可让战斗力提升30%以上。好，你需要什么？绝对的指挥权，3天。另外，仓库里那几辆还能动的装甲运兵车和迫击炮，我要用。这3天，你们一切行动听从秦将军指挥。是，老大。放手去做，我期待3天后的效果。秦将军伤势已无大碍，队伍也初步整训完毕，是时候动身了。目标，希望基地废墟，夺取生命幼苗。这是基地废墟及周边地形图。尸潮虽散，但核心区域仍有大量变异体聚集，尤其是行政大楼广场附近，石狮藤活动频繁。我的自然之力可以感应，并一定程度上安抚植物，但石狮藤被死气侵蚀太深，恐怕效果有限。无妨，金属是植物的天然克星，我的异能可制造金属磁场，清理这些藤蔓轻而易举。关键是速度要快，避免被其他变异体合围。好，明日拂晓出发。秦将军，你的队伍作为主力前锋，负责开路和清场。于洋、张伟辅助，孟瑶、洛心随我居中策应。冷如月已在前方建立临时观察点，会接应我们。秦将军，这将是你归任后的第1战，必不负首领所托。这把老骨头也该活动活动了。首领，秦将军，前方情况比预想的更糟。基地废墟上空笼罩着稀薄的黑绿色毒雾，能见度低。侦察无人机在靠近行政大楼广场时，被地下突然窜出的藤蔓击毁。那种石狮藤的数量非常多，死亡的气息很浓烈。那株幼苗确实在吸收转化这些能量，但过程似乎很痛苦，它的生命信号在挣扎。雾影响射击精度，但对我影响不大。藤蔓主体在地下，需要引蛇出洞。首领，我建议由我率前锋部队进行正面强攻，制造足够动静，将大部分藤蔓吸引出来。您和孟瑶小姐、洛心小姐趁机从侧翼潜入广场中心。孟瑶，你的自然之力能在那片毒雾和死气中支撑多久？全力支撑的话，半小时内应该无碍。我能感觉到那株幼苗在呼唤我，它需要帮助。好，就按秦将军的计划执行。于洋、张伟配合秦将军行动，注意安全，不要恋战。如月占据制高点，提供视野支援，并警惕其他可能出现的威胁。明白，诸位准备战斗。全体注意，进入污染区，开启车内循环系统。1队、2队呈扇形展开，火力侦察。3队，迫击炮准备，目标前方广场边缘区域，3轮急速射。老秦，看你的了。我的个乖乖，这玩意儿比丧尸恶心多了。来了，磁场掌控风暴起。无差，兄弟们别看着了，火力掩护，给秦将军减轻压力。首领，秦将军的金属风暴有效清理了正面大量藤蔓，侧翼出现空隙，可以行动了。宇哥，这里的死气好重，我感觉很难受。主人，小心，那栋楼里有东西，能量反应很诡异，不像是藤蔓。
被死气侵蚀控制的傀儡士兵，本来这希望基地覆灭后，还诞生了些别的东西。他们体内还有微弱的生命火花，是被强行控制的，不能硬拼。这些傀儡士兵的死气会污染我们的能量，必须绕过去。绕，没时间了。梦瑶，护住自己。洛心，找路。被死气操控的可怜虫，尘归尘，土归土吧。混沌为主，金元为锋，效果不错。消耗虽大，但威力也更集中。主人，又有更多被惊动了，我们必须快点。在那边，幼苗，他很痛苦，他在呼唤我，死气正在侵蚀他的核心。他快撑不住了，我要去帮他。别冲动，你看，不行，硬闯不过去，藤蔓太多了。没办法了。梦瑶，准备好接应幼苗。洛心，帮我警戒四周。混沌为基，金元为用，雷霆临世，万仞诛邪，混沌金雷玉。坚持住，我来救你了。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梦瑶，快收取幼苗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主人，如月姐信号，有不明高速物体从城市方向接近。别怕，跟我走，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快撤！于洋、张维接应。秦将军，任务完成，交替掩护，撤离废墟。首领，小心，是飞行变异体，速度极快，预计10秒后到达你们上空。秦将军那边被大量枯萎的藤蔓和纹身赶来的普通丧尸纠缠，暂时无法提供火力支援。偏偏是这个时候。主人，不能硬接，他的目标是梦瑶姐，或者说是他刚得到的生命幼苗。他的爪子能撕裂能量。玉哥，你先恢复，我用自然之力试试能不能干扰他。强的穿透力，这畜生比之前的融合巨怪更难缠。他的弱点是腹部那片颜色稍浅的羽毛，但攻击时机极短，不能让他继续嚣张。梦瑶、洛心，帮我创造机会。玉哥，不要，你的身体会崩溃的。玉哥。以生命之名缔结守护之气，绽放吧，希望之光！
瑶、张伟，快！首领昏迷，梦瑶姐脱力。那只鸟被暂时逼退了，但不确定会不会回来。主人每次都这样不顾一切，混沌与金元冲突的反噬，加上能量彻底枯竭，普通的恢复剂效果太慢了。我的本源精神力或许能暂时安抚你体内暴动的能量，引导他们重新归序，这是唯一能快速稳定你伤势的办法了。吞噬，但吾乃上古造物，万金之源，岂容你彻底炼化臣服？将你的躯壳献于吾，方得永恒。区区一缕残魂，也敢妄自称尊？你的时代早已终结，现在我才是主宰。你的力量，你的法则，终将成为我踏上巅峰的基石。混沌包容万物，亦将统御万物，包括你。这是时空的祝福。怎么可能？此时不降，更待何时？炼化！若曦，你在做什么？玉哥他怎么样了？梦瑶姐，你醒了。首领他能量反噬，我用精神力帮他疏导。谢谢你，若曦。不过这样会不会对你有损？没关系，调养一下就好。首领没事最重要。因祸得福，金元彻底炼化，混沌雷地体更进一步。老大，你没事了，太好了！首领，你刚才那气势，感觉更吓人了。昨晚辛苦你们了，尤其是洛心，你的精神力很特殊，帮了大忙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玉哥，你没事就好。幼苗的力量也稳定了，他似乎和我更亲近了。首领，那只青色巨鸟在天亮前离开了，但盘旋了几圈，似乎不甘心。另外，我们抓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幸存者，他说来自一个叫复兴会的组织，一直在监视希望基地。复兴会监视，带过来。看来我们拿到生命幼苗，惊动了一些藏在暗处的老鼠。收拾一下，尽快返回三沙岛。是时候让我们的基地焕然一新了。首领，按照您的规划，一期防御工事已基本完成，融合了钢筋和特种合金，足以抵御大规模尸潮冲击。二期计划是沿着海岸线构建水下障碍和暗堡体系，需要更多金属材料。很好，材料问题可以让狩猎队扩大搜索范围，重点收集城市废墟里的金属资源。于洋，这事你负责。明白，老大，保证把那些破铜烂铁都给您搬回来炼了。老大，秦将军，你们看那边。生命幼苗的力量果然神奇，有了它，基地的食物和药物短缺问题将彻底解决，甚至能培育出强化作物。梦瑶小姐功不可没，这不仅解决了生存根本，更能极大提升士气和基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。金元之力关键在于塑形与赋能，我们可以尝试修复和改造那些废弃的机床。这里能量回路需要加装一个稳压器，否则第3次启动时会过载。成功了，首领！有了这些基础设备，我们就能自己生产更复杂的武器零件，甚至尝试修复更高级的装备。这只是开始，我们要逐步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。洛心，你的预知能力是关键，能帮我们少走很多弯路。我会尽力。
1、2梯队，左翼穿插，火力覆盖，注意交替掩护。你们是战士，不是街头斗殴的混混，听见没？秦将军说了，要动脑子，别光芒。老于，右边那个点，给你掩护。基础战术已经掌握，接下来要进行实战对抗演练和野外生存训练。末世之中，战场无处不在。是，将军。根据近期侦查，沿海区域的变异海兽活动频繁，等级似乎有所提升。另外，在西北方向约150公里处，发现了小股不明身份的幸存者活动痕迹。他们行动谨慎，似乎在侦查什么。我预感到一股强大的威胁正在靠近，来自海上，充满了混乱和吞噬的气息，但具体形态很模糊。生命幼苗也传递给我一种不安的情绪，似乎远处的海洋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搅动自然平衡。必须加强海岸警戒，扩建海上巡逻队。对于不明幸存者，可以先尝试接触，但要做好防御准备。基地发展刚刚步入正轨，内忧虽暂平，外患却已显现。海洋的威胁，不明的窥伺者，还有那个复兴会，加速整合资源，提升整体实力是当务之急。秦将军，尽快形成有效战斗力。梦瑶，保障后勤和人口稳定。洛心、如月，情报工作不能松懈。我们要在三沙岛站稳脚跟，建成真正的末世堡垒，然后主动出击，扫清威胁，夺取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。立正，报告首领，远征军第一兵团集结完毕，应到673人，实到673人，请指示。兄弟们，三沙岛已是我们的家园，但家园的安宁需要更广阔的战略纵深和更多的资源来保障。大陆的花都曾经是繁华之地，如今盘踞着不愿接受新秩序的残余势力，更有一些故人。今日我们跨海东征，目的有3：一、收复花都，打通沿海通道；二、搜集战略物资，尤其是医疗和重工业设备；三、让某些还活在旧日梦里的大人物们看清楚，这末世谁才是真正的主宰。如月姐，无人机近距离侦察被拦截了，对方有干扰设备，而且城墙上有对空火力点，很专业。防御工事比预想的完善，不像是乌合之众。城内情况如何？城内人口密度不低，有基本的社会活动，但能量反应很杂乱，似乎有多个异能者势力盘踞，而且有强烈的抵触情绪。我们的到来，他们好像早有预料。预料是收到了风声，还是有内鬼把情报传回给首领？另外，重点侦查城墙防御薄弱点和可能的潜入路径。云警官，外面都传遍了，那个叫刘玉的带着一帮泥腿子从岛上杀过来了，听说他们火力很猛，还有异能者。哼，怕什么？咱们花都城墙坚固，粮食充足，3位警官更是异能高手。当年那刘玉不过是个有点力气的混混，侥幸没死，现在就想回来耀武扬威，做梦！不要轻敌，末世能活下来并拉起一支队伍的，没一个是简单角色。根据零星情报，刘玉的实力今非昔比，而且我们坚守花都是为了保护幸存者，而不是为了争权夺利。如果能和平解决，和平？冰云，你太天真了。这世道，拳头大才是硬道理。他刘玉要是识相，乖乖在城外找个地方待着，我或许可以念在旧情分上，给他点物资。要是敢硬闯，就让他尝尝我们花都警备队和异能特勤组的厉害，也让所有人知道这花都是谁说了算。传令下去，全城戒严，进入1级战备状态，所有异能者按预定方案就位。首领，花都防御体系完整，强攻伤亡太大。正面城墙由云飞凤的警备队主力防守，装备精良；东侧城墙相对薄弱，有几个小势力联合防守，人心不齐。西侧临水是慕容听雪的冰系异能者小队负责，易守难攻。老大，要不让我带一队兄弟从东面炸开个口子冲进去？老于，你别忙，没听秦将军说吗？人家有准备。
慕容听雪，冰系异能，有意思。秦将军，你指挥主力在东侧佯攻，吸引云飞凤的注意力。于洋、张伟，你们带精锐跟着我。首领，您要亲自带队从西侧突破，那里有慕容听雪。正是要去找他，顺便给花都的老朋友们送上一份难忘的见面礼。刘玉，果然是你！止步，再向前，格杀勿论。慕容警官，别来无恙，这花都的城墙挡不住我。看在旧时份上，开门投降，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。狂妄！你以为现在还是以前吗？给我冻住他们！老大小心！米粒之珠也放光化，混沌熔炉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你的异能不是？时代变了，慕容警官，放下武器，否则我不介意让这花都换个颜色。就这点本事，看来那刘玉也不过如此。兄弟们，守住，让他们知道花都不是他们能撒野的地方。什么？听雪他？怎么可能？刘玉，放开听雪，有本事冲我来！云飞凤，你还是这么冲动。我说了，我是来接收花都，不是来毁灭它。放下武器，我可以给花都所有人一条生路，包括你们3个。刘玉，你真的变了，你现在的力量足以庇护更多人，但花都的幸存者需要的是秩序和希望，而不是另一个暴君。冰云，你总是最清醒的那个，我带来的正是秩序和希望。三沙岛的模式，你可以亲眼去看看。至于暴君，那要看他们如何选择。刘首领，我们愿意归顺，只求一条活路。你赢了。刘首领，如果你能兑现承诺，给花都带来真正的秩序，我上官冰云愿意代表愿意留下的幸存者，接受你的管辖。很好，记住你们今天的选择。齐牧野在，全面接管花都防务，清点物资，统计人口，维持秩序。敢有趁乱作恶者，格杀勿论。主人，花都的秩序正在稳定，但我感应到一股非常强烈且诡异的能量波动，就在城市东区的原第一中学附近，充满了血腥、怨念，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生命力。第一中学，那里是鲜血女王水妖娆的领地，我们之前几次尝试接触或清剿，都损失惨重。她的异能极其诡异，能操控血液，无论是丧尸的、变异体的，还是活人的。她将学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色巢穴，手下聚集了一批被其力量蛊惑或控制的堕落者。操控血液，这种异能闻所未闻，听起来像是极端的邪道力量。血腥、怨念、生命力。洛心，你的感应中，这股能量是混乱无序，还是有其核心？核心，非常强大的核心意识，就是水妖娆本人，但能量性质极其霸道，充满了掠夺和侵蚀性，似乎在渴求着什么。渴求？有意思。末世之中，力量没有正邪，只有掌控。如此独特的力量，若是能为我所用，将成为一把利器。冰云，把你知道的关于水妖娆和她巢穴的所有情报都告诉我。是，水妖娆原身份不明，末世爆发时似乎是该校的学生。她觉醒异能后，迅速控制了整个学校区域。她手下的血仆战斗力悍不畏死，且受伤后能通过吸收血液快速恢复。学校内部地形复杂，被她用血能和障碍物改造的如同迷宫。我靠，这什么味儿？比丧尸堆还难闻。老大，里面静得吓人，但那些血管好像活的一样，感觉一靠近就会惊动他们。主人，水妖娆就在最中间那栋教学楼里，她的能量场很强，而且她好像发现我们了。警觉性很高。于洋、张伟，你们带人在外围警戒，清理可能出现的血仆。洛心，跟我进去，让我们去会会这位鲜血女王。是，老大小心。
依靠环境快速恢复，那就连环境一起摧毁。主人，左转。前面大厅有大量能量聚集。哦，新的客人，还是新鲜的食物。外面的世界已经无趣到需要送你们这样的点心到我这里来了吗？你的血液味道很特别呢，充满了力量。细感你的话，我一定能让我的花园开得更鲜艳。水妖娆，你的力量很有趣。困守在这小小的校园，靠着吸取弱者的血液苟延残喘，不觉得浪费吗？浪费？你懂什么？这是我的王国，我是这里的女王，所有闯入者都将成为我力量的源泉。抓住他们！我要活的，尤其是那个男人。主人，小心，他们的血液有腐蚀性。冥顽不灵，那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。你竟敢毁我的艺术品！我要把你做成我最强大的血魁，血海沸腾！主人，它的核心是那颗血宝石，打破它！雕虫小技，你的力量源于对生命的掠夺，看似强大，实则无根之萍，混沌吞天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能吞噬我的血能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说了，你的路走窄了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臣服于我，我将带你见识更广阔的世界，赋予你力量真正的意义；或者和你的王国一起，化为我力量的养料。我输了，你的力量远超我的想象。水妖娆，愿意臣服，请首领饶恕我先前的冒犯。记住你的选择，你的力量依旧由你掌控，但从此你的意志需遵从我的号令。起来吧，带我们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。你需要换一个更合适的花园。是，首领。你的能力很特殊，但过度依赖负面能量终究是歧途。主人的混沌之道或许能帮你找到真正的平衡。玉哥，这么晚还在忙，我煮了点粥，你用一些吧。今天
收服水妖娆消耗肯定很大。是梦瑶啊，有信了。玉哥，今天看到你对付水妖娆的样子，我很担心，她的力量太诡异了。无妨，混沌体包罗万象，她的血能虽邪，却也能被炼化吸收成为资粮。倒是你，今天净化那片血污之地，消耗不小，感觉如何？我没事的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只要能帮上玉哥的忙，再累也值得。玉哥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植物园那时候，我真以为自己死定了，是你像天神一样出现。记得，你当时的眼神就像受惊的小鹿，却又带着一股韧劲。现在的你已经能独当一面了，生命幼苗的力量与你很配。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玉哥，你也早点休息，别太拼了，身体要紧。主人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快整理完了。说了多少次，没外人的时候叫名字就好。你的预知能力是基地最重要的眼睛，不能过度消耗。谢谢，我只是想尽快把复兴会和海洋威胁的线索理清楚，不想再出现像上次宁丽杰那样的意外了。放心，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二次。而且不是还有你在身边提醒我吗？你的能力让我能看得更远。我会永远站在主人身边，为您看清前路的。怎么不适应这里的清静？哟，首领大人深夜来访，是来检查我这危险分子有没有乖乖听话吗？还是说长夜漫漫，首领觉得寂寞了？收起你的小把戏，我留你性命是看中你的能力，不是让你来卖弄风骚的。不解风情，我知道你看中的是那个能种花的小姑娘，还有那个能预知未来的丫头片子。我这种靠吸血的邪魔外道，自然入不了您的眼。邪魔外道，在我这里，力量只有有用和没用之分。你若安心做事，未来未必不能得到真正的力量传承，摆脱对血液的依赖。若再动歪心思，我不介意亲手净化你。你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给我什么样的未来。首领，在这里还习惯吗？花都的幸存者安置工作辛苦你了。分内之事，比起之前的各自为战、朝不保夕，现在的秩序和希望更珍贵。我只是做出了最合理的选择。理智、清醒、识大体。冰云，你是我需要的人才，不仅仅是花都的管理，未来更大的版图也需要你这样冷静的头脑来统筹。首领过誉了，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。不过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但说无妨。梦瑶姑娘心思纯净，洛心姑娘忠诚不二，都是难得的助力。但那位水姑娘心思难测，力量属性也，还望首领多加约束，平衡好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以免后院起火，影响大局。你看得很透彻，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无论是力量还是人心，都在掌控之中。你只需做好你擅长的事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是，我明白了。不错，生命之力与毁灭雷霆并非对立，关键在于引导。梦瑶，你的控制力更精准了。是玉哥教的好。切，过家家。好，预知结合实战，效果显著。洛心，你的精神力运用更纯熟了。是主人，是刘玉你提供的能量支撑，让我能更持久。混蛋！你的能量场太强了，我的血刺根本穿不透。控制你的力气，血能至阴至柔，不是硬碰硬，感受能量流动，顺势而为。水妖娆，水姑娘，控制情绪是战斗第一要素。不练了。玉哥，你尝尝这个，对恢复能量有好处的。有心了。首领，尝尝我这个，可是大补哦。不必，你管好自己就行。首领，花都整合初步完成，下一步关于周边资源点的清理计划，我认为可以提上日程了。冰云说的对，明天会议室详细商议。
哥还在想水姑娘的事吗？她的力量不稳定，心性更需磨砺，有点麻烦。我觉得她可能只是用张扬来掩饰不安，毕竟她的力量和精力都很特别。或许她需要的是另一种方式的引导，而不是一味的压制。你总是这么善良，但末世之中，过度的善良可能会害了自己。我知道，但我相信，真正的强大不仅是力量，也包括包容和引导。就像玉哥，你包容了梦瑶，引导我一样，我会努力变强，不仅能帮到你，也希望能帮你分担一些烦恼。怎么还在忙？不要命了？马上就好了。我预感到西边那个废弃矿区可能有高纯度能量结晶，对基地防御很重要，想尽快确定。能量结晶再重要，也没你的身体重要。闭上眼睛，放松。主人，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像上次那样受伤，我想帮你更多，看得更远。傻丫头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，没有你的预知，我们可能已经栽了好几个跟头。你是我最重要的眼睛和伙伴。你来干嘛？看笑话？能量淤积，血脉不畅，你太急躁了。是啊，比不上你的秦妹妹、洛妹妹，连那个冷冰冰的上官冰云都比你懂怜香惜玉。闭嘴！感受能量如何运转？你的路走偏了，血能并非只有掠夺和暴力，它可以蕴藏生机，可以如江河奔流，好好体会。若再执迷不悟，我不介意废了你这身修为，从头教起。资源点清理计划已细化，人员装备已就位。另外，我建议加强对水妖娆的监控和心理疏导，她的不稳定因素仍需重视。秦梦瑶和洛心能力互补，可以更多参与协同任务。冰云，有你在，我省心很多。你总是能考虑到最实际的问题。分内之事，首领是势力的核心，确保内部稳定和谐是效率最大化的基础。不过，首领也需注意平衡之道，过刚易折，过柔则迷。我明白，谢谢提醒。首领，根据冰云女士提供的情报和洛心小姐的感应，西侧废弃的7号矿区确认存在高纯度能量结晶反应，强度惊人。如果能获取，我们的能源核心至少3年内无忧。但矿区情况复杂，旧世界的防御系统可能仍在部分运行。更麻烦的是，那里盘踞着大量因能量辐射而变异的生物，其中不乏领主级的存在。此前花都曾派过2支侦察队，都有去无回。我尝试预知矿区内部，但受到强烈能量干扰，画面很模糊，只能感觉到巨大的危险，还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，不像是无意识的变异体。老大，管他什么变异体领主，咱们现在兵强马壮，正好拿他练练手。我和老张打头阵。老于，你别急，听首领安排。洛心小姐都说有危险了。高纯度能量结晶志在必得，但冰云和洛心的提醒很重要，不能莽撞。秦将军，由你坐镇基地，统筹防务，继续消化花都资源。冰云，你负责后勤保障和情报支持。是。于洋、张伟，挑选200名精锐，配备重火力。洛心，你随我同行，你的预知能力是关键。另外，通知水妖娆，让他也准备一下。啊，带那个风雨人，老大，他的血能对生命体感知敏锐，或许能提前发现变异体的埋伏。是骡子是马，总得拉出去溜溜。我要亲自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力量。呀，首领大人终于想起我这个小女子了，还以为您把我忘了呢。上车，你的位置在第3辆运输车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擅自使用异能，更不准碰任何队员的血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知道啦，真没劲。主人，让他跟着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总觉得他……正因如此，才要放在眼皮底下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老大，入口看到了，但被坍塌的巨石和锈蚀的机械堵了大半，附近静悄悄的，连只鸟都没有。太安静了，反而瘆人。干扰更强了，我能感觉到矿坑深处有东西，很多，他们在沉睡，不是在等待，有东西在试图反向感应我。收敛精神，于洋、张伟布置警戒线，建立临时营地，今晚在外围过夜，明早再进入。
好浓郁的能量，还有生命的味道。虽然腐朽，但很强大。首领，我没感知到大量低级变异体的气息，这很不正常。通常这种能量富集地应该挤满了小喽啰才对。要么这里干净的不正常，要么有一个强大的存在清空了所有杂兵，独占了这里。怎么了？这就怕了？怕？我是兴奋。里面的东西，它的血一定很美味，但同时也让我本能地感到战栗，就像遇到了天敌。能让你都感到战栗，看来里面的东西不简单。记住，明天的行动一切听指挥。如果你敢因为贪念擅自行动，我不介意先拿你祭旗。你放心，这次我跟你，里面那东西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梦瑶姑娘，这是下一批需要净化的土壤清单，你看一下。哦，好的。冰云姐，你说玉哥他们去矿区会不会有危险？若星姐预感到很不好，还有水姑娘也去了。担心是正常的，但首领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身边还有洛星姑娘和于洋、张伟等得力干将。至于水妖娆，首领带她去，既是利用，也是考验和监控。我们要做的是守好基地，确保他们无后顾之忧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更强一点，可以站在他身边，而不是总是被保护。你的生命能量是基地不可或缺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相信首领，也相信我们自己。我去，这地方真邪门，连个虫子叫都听不见。辐射指数超标，但还在防护服承受范围内，能量读数在持续升高，源头就在坑底。主人，那种被窥视的感觉更强了。他知道我们来了。小心点，这里的血味很怪，不像是活物，但有意识。于洋，放微型探测器。不行，干扰太强了。意料之中，准备强光照明，交替掩护。我们进去。洛心，跟紧我。水妖娆，注意感知生命迹象。那边。他的血被吃掉了。是这些晶体干的，小心上面！开火！闪开！烦死了！血食之语。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想被这些垃圾耽误时间。我去，这些玩意儿到底是啥？石头成精了？不像自然变异体，结构太规整了，更像是某种人造的防御机制。主人，干扰源更清晰了，就在前面那个巨大的空间里，那种被无数双眼睛盯着的感觉，就是从那里来的。我的血能在畏惧这些晶体，它们在吸收能量，甚至模仿学习。刚才我的攻击有一部分能量被他们吸走了。我们脚下的不是岩石，我们周围的也不是普通矿脉，这个矿区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，或者说一个能量收集和转化系统。那些变异生物不过是它消化不了的残渣，或者是被它控制的自卫兵。我靠，老大，你是说我们钻到一个活着的矿坑肚子里了？看那里，看来这就是诱饵，用高纯度能量结晶吸引猎物，然后他醒了，整个空间活过来了。防御阵型，保护首领和洛心小姐。于洋、张伟带人随这里。洛心尝试用精神力干扰他们的协同动作。水妖娆，你跟我来。你干什么？你说他们在吸收和模仿能量，那就让他们模仿个够，把你的血能全力释放出来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我要找到他们的核心控制节点。你拿我当诱饵？这是命令，也是你证明价值的时候。控制好你的力量，别被反噬。好，想吃是吧？姑奶奶让你们吃个够。找到了，在结晶堆下方。
刘玉，快点，我撑不了多久。这些鬼东西在学习适应我的能量。混沌破灭机，成功了。想吃我，凭你也配？主人，妖娆姑娘的状态不对，她的精神在和那个东西共鸣，快要被同化了。老大，那疯女人好像要变得更疯了，怎么办？首领，必须快做决断，这里要撑不住了。于洋、张伟全力掩护，若曦用你的精神力护住队员们的心灵，隔绝干扰。水妖娆、刘玉，控制他，或者被我连同那个鬼东西一起摧毁。选，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我的力量我自己掌控。那里，它的核心最脆弱，不该存在之物，湮灭吧！结束了。看来是的，能量毒素在急剧下降。那个可怕的意识消失了。不用你假好心，我死不了。你刚才的选择救了你自己，也帮了团队，功劳我记下了。于洋、张伟，清点伤亡，收集散落的高纯度能量结晶，注意警戒。虽然主体被消灭，但难保没有残余威胁。是，首领。若曦还能感应到其他危险吗？主人，干扰已经消失，矿区深处现在很干净。好，收集完毕，我们即刻撤离。主人，这次真的好险，没想到矿区的真相是这样的。旧世界的遗产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，也更危险。那水姑娘她的力量很危险，源自吞噬和欲望，但今天她证明了自己至少能在一瞬间克制那种欲望，这就够了。恐惧和利益有时候比忠诚更能驱动人，也更可靠。主人是想继续用它？刀再锋利，伤己还是杀敌，终究看握刀的手。它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得好，可以为我们展开很多难题。前提是这双手足够有力。